父王，你为什么要选在这时候动手？益州王有苦说不出，但也不想遭到儿子的指责。这是大人的事，你一个小孩子不用管。父王，母妃和弟弟还在宫中呢，他们怎么办？住口！如今这个局势，只能让他们自求多福了。来人，把世子带下去，好好的看管起来。父王，你仓促用兵，犯了兵家大忌。如今此地又离长安不远，朝廷的大军很快就会赶过来，还不如和皇伯父求情。求情？你以为皇上多仁慈？益州王很烦躁，他这是着了道了。父王，这本就是一场误会，命令也不是您下的，只要把苏先生交出去就可以了。红儿，你以为事情会这么简单？皇上怕是早就等着这个机会呢，趁此明目除去我们益州王府。益州王觉得这苏墨尘或许就是皇上的人。是啊，这么厉害的人才，那必定是被人从小精心培养好的，怎么能是小小的落魄书生呢？是他大意了。这次楚玉红没有反驳，他也不确定黄伯父是不是在找机会。益州王不管小世子了，吩咐道：带上所有人马，咱们撤。这次益州王进京带了5000精锐来的，这些人原本都驻扎在京城之外的，现在人都被王府长吏带到此处袭击太子等人，在打斗过程中也损失了一大半，毕竟太子身边的那些护卫都是厉害的。京城一处矮小的房屋内，荣王府有什么动静？苏先生，王府并没有大动作，还是如往日那样静悄悄的。哦，荣王妃没有生产的迹象？并没有，除了有些人被派了出去之外，没有什么异常。看来还是个狠心的女人呢，竟然连荣亲王的安危都不在乎了。稳婆那边都安排好了吧？苏先生放心，王府预定的那几人都已经被咱们的人替换了。好，盯着点外面的消息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不要和益州王那边有任何联系，咱们的人也慢慢的撤离出来。是，苏先生。荣亲王必须要出去了，派人再增加些人手，尸体必须带回来。是。等人都离开之后，苏墨尘站起身来到了镜子前面，轻轻地揭开了脸上的人皮面具，露出了一张精致的脸。随后他又拿起一张新的人皮面具戴在了脸上，旧的直接扔进了火盆里。哎，这面具还是差了那么一点，荣亲王的鼻子要高一点。益州王的人马到了何处？皇上，益州王带着残余的部队撤到了50里外的地方。太子人还好吧？皇上也没想到益州王会仓促动手，但好在他提前有准备，派人盯着呢。太子目前还是安全的。皇上，益州王好似对这次的行动也是措手不及。好，严密监视着，尽快把益州王谋反的消息传出来。是，陛下。既然老三有了行动，不管原因是什么，那就是谋反。趁此机会除去益州王才是正理。哈哈，真是瞌睡来了都有人给送枕头啊！荣亲王和单州王那里再多派些人手，尽快把人找到接回来。是。皇上，乔山求见。请他进来。乔山走进来时，刚刚还跪在地上的人已经消失了。属下乔山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？皇上，今日有人给荣王府送来了消息，荣亲王和单州王都失踪了，生死不知，我们王妃很担心啊。皇上眸子微眯，城外的消息他还是封锁着的，长安城内不可能有人提前知道消息。何人送的信？什么时候送的？今日午后，有一军中打扮之人到荣王府报信，只说荣亲王和单州王失踪，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。乔山的回答让皇上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因为午后之时他都还没有接到消息，军中竟然有人提前知道了消息来荣王府报信，这绝对不简单。还有荣王妃现在的情况，禀报小六生死不知，这绝对是想要刺激他呀。你们王妃现在如何呀？我们王妃觉得那送信之人别有用心，并未中计，但心中也是担忧。乔山明白皇上的意思，皇上听到这样满意了。沈氏那人是个胆子大的，有时候傻大胆也是有好处的，
不会在关键的时候出错。好，小单，荣王府那边就需要你多盯着。荣王妃身子要紧，等你出宫的时候，把宋太医带回去。谢皇上。乔杉想到沈妃的猜想，又继续开口道：皇上，我们王妃猜测那背后之人真实的目的是想设计所有楚家皇室之人，特意让我来禀报给皇上。哦，单纯是荣王妃的猜想吗？是，我们王妃觉得这次的事是有人在针对楚家皇室，针对所有人。好，朕知道了。皇上不想多聊，转移话题道：小福宝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世子还未大好，现在在修护箱中的时间更多，这时还不适合进宫。沈妃担心皇上像过去那样随便把小福宝接进宫，所以特意叮嘱了乔杉。好，朕知道了，让人好好照顾小福宝。皇上知道乔杉误会了，现在就算小福宝想来，他也不想见他，这是他收拾老三的关键时刻。小福宝来了，反倒是棘手，所以他要快刀斩乱麻，趁此机会尽快除去老三。乔杉离开之后，皇上下了一道圣旨：凤宝，给御林军统领送过去，让他们立即派兵去捉拿益州王。是陛下。公子，宋太医去了荣王府。无碍，就算太医去了，也不可能去产房。女子生产，稳婆才是最重要的。是，公子。下人离开之后，苏墨尘看着棋局，露出笑容。2天之后，傍晚时分，沈妃正带着2个小妞妞在吃饭，邓王妃和小世子也都在。这2天依旧没有唐之灵和单周王的消息，因此沈妃和邓王妃2人都没什么胃口。沈妃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暗示，提示自己不要多虑。可是等待是最磨人的，情绪也不是那么好控制的。沈妃坐在椅子上，感觉肚子有些抽痛。哎，六弟妹，你怎么了？四嫂，我肚子疼，感觉要生了。啊，你不要担心啊，你这是双胎，日子提前也是正常的。沈妃点了点头，这都是她第3次生产了，是有经验的。比起前2次，这次能在家里生产已经是很幸运了。李嬷嬷，快去准备。来人，把郡主和世子都抱下去。啊，是，老奴这就去准备。江儿，快去带几个人，把预定的那2个稳婆请过来。哦，还有奶娘也带过来。江二不敢耽搁，于是快步走了出去。于是整个王府的人都动了起来。在西院的徐慧听到了动静，立即叫醒了小福宝。世子，王妃好像是发动了。把天端娘带我过去。徐慧轻车熟路地把开关关了，于是把小福宝从修护箱中抱了出来。稳婆和奶娘早就定好了，所以来的也是很迅速。因此现在产房这边也是聚集了不少人。好在有邓王妃坐镇，府中的下人也没乱起来。小福宝被徐慧抱着来到主院，见到了屋子中的情景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邓王妃也看到了小福宝，对于荣王府的小世子不喜欢叫人的毛病，她也已经习惯了。她快步走上前，看到小福宝脸有些红，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小额头。哎呀，还有些热，你这个小娃子怎么过来了？想到这里是产房，更不适合小孩子来，又劝道：小福宝，放心，这里啊有沈娘在，你是小孩子，不适合在这儿。徐总管，快带世子离开。我要留在这里。哎呀，不行，你一个小孩子在这里不合适。小福宝还是很坚持，无论邓王妃怎么说，他都不走。邓王妃见到小福宝眼巴巴地看着产房那边，也没了办法。沈妃之前就是肚子疼了一下，现在又不疼了。王妃，小福宝过来了。扶我起来，我去和仔仔说说话。沈妃能察觉到小福宝的担心，越靠近她生产的日子，她越能感觉仔仔的忧虑。这段日子小福宝时不时的发烧，所以不能经常出来，要待在修护箱才行。因此2人见面的时间都少了。李儿，你怎么下床呢？不生宝宝呢吗？娘还没有到生产的时间，仔仔不要担心，一会儿你不要守在这里，回西院好吗？小福宝现在经常发烧，沈妃知道这不是好现象，所以能提前生产，沈妃是开心的。李儿，我没事，就让我在外面守着你好不好？小福宝此时心中并不轻松，他能感受身体的变化，
本来以为醒来之后身体已无大碍，可是连续几次发烧，也知道他身体和正常孩童不一样。还有最近京城发生的事他都知道，皇上的小心思他自然也清楚。皇上和老三两人的事早晚都要解决的，这是他们兄弟两人的心结，总要有个输赢。所以他并没有阻止皇上收拾老三。现在让小福宝担心的是老四和老六两人，这两人到现在还没找到，让小福宝心里头一次心中没底。如今人已经派出去了，几日都没有消息传回来，让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也只能等待。沈飞摸了一下小福宝的脸蛋，见他这么坚持，终于是点了点头。好。啊，六弟妹，你……他父亲不在，就让他在外面守着吧，我也能放心些。邓王妃张了张嘴，最终拒绝的话没有说出口。一直在擦拭剪刀的刘婆子，自从小福宝进来之后，就向他看了好几眼。刘姐姐在看什么？哎呀，这王府的小世子还真是粉雕玉琢呢。是个相貌好的孩子，特别是那双眼睛长得格外的好。是啊。原本主子也应该过金尊玉贵的生活的。刘婆子不敢多想，急忙收回视线，专心清理生产的工具。沈飞这边围着房间内转圈圈走动，也是为了可以生产的时候痛快一些。于是就这样，众人就这么等待着，一直到了深夜，沈飞才再次有感觉，肚子开始阵痛起来。李嬷嬷，我肚子又疼了。王妃放轻松，王妃这是要生产了，产房不能有太多人，你们都退出去吧。是呀，这些丫鬟都离开，到外面等着吧。彩霞，你出去吧，乔宇和李嬷嬷留下。乔宇虽然没有生产过，但是从小经过训练，杀人都不眨眼睛，更不会害怕女人生孩子。更何况乔宇还有大作用，他要负责取脐带血。沈飞之前就给乔宇训练了，告诉他要怎么做。取脐带血也是有规矩的，是要在婴孩娩出之后，脐带被剪断，但是胎盘还没有剥离时，用专业的器具从连着胎盘的那一端抽取脐带血。工具早就在乔宇手中，只要婴孩出生，他就会行动。两个产婆听到沈飞这么安排，互相看了一眼。沈飞这时候肚子已经开始疼了。王妃放轻松，我来给您检查一下胎位，您不要害怕。沈飞生产过，加上他已经偷偷喝了药剂，虽然这药剂喝了多次，药效打了折扣，但也是要比参片有用的。刘婆子一边给沈飞检查，一边皱眉。胎位没问题，该死的，找什么借口呢？刘姥姥，我们王妃的胎相不妥吗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王妃现在才开了3指，还需要再等等。等待都是漫长的，终于到了后半夜，产房才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。沈飞感觉身子一轻。乔宇，快，血！刘婆子刚想过来给小婴孩剪脐带，就被乔宇提溜走了。我来，你们都不要过来。乔宇用专用剪刀把婴孩的脐带剪断，然后快速的拿出工具，在脐带的另一头开始抽血。高婆子刚想靠前，就被李嬷嬷给挤开了。我来吧，我来。哎呦，高婆子很无奈，给小婴孩打好脐带，孩子就被李嬷嬷抱走了。哎呀，真好，是个小公子呢。刘婆子和高婆子互相看了一眼，心中狐疑，荣王府怕不是发现他们身份有异？刘婆子不甘心地看了一眼准备好的剪刀，出声道：小姑娘，剪脐带的剪刀可是要特殊注意的，否则婴孩容易生病的。刘姥姥放心，我的剪刀都是消毒的。消毒这个词还是她从王妃那里听来的。乔宇的动作不慢，就用了2分钟就把脐带血抽好了。刘婆子狐疑地看着乔宇的动作，不知道这丫头搞这些血干什么。刘婆子转身看到沈飞的肚子，知道还有一个没生下来，总有机会的。门外的邓王妃听到孩子哭声，就是精神一振，立即走了进去。小福宝一直都在坚持等着，不管别人怎么劝都不肯离开，现在也终于是露出了笑容。嬷嬷，给我看看。王妃，你瞧瞧，这小公子长得很俊俏呢。
沈飞看了一眼红猴子似的小婴孩，还真不能承认这孩子好看。不过沈飞不得不承认楚家基因的强大，这眼睛和小福宝真是一模一样。这小子和他哥哥有些像呢。沈飞的声音也传到了外面。邓王妃站在产房的外间。李嬷嬷，把孩子给我吧，我这边安排奶娘照顾。李嬷嬷知道沈飞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所以就把孩子抱给了邓王妃。王妃，二公子先给我吧，我的奶水足。好，好好照顾二公子。孩子被抱出来就送到了隔壁的偏房。徐慧，我们也去隔壁看看小婴孩。是世子。容世子安好。起来吧，我看看我二弟。是。奶娘把小婴孩往小福宝身边凑了凑，小福宝目光灼灼地看着新生儿，是个弟弟呢。弟弟好，以后也能肩负起荣王府的重担。小福宝轻轻抚着胸口，压下胸口的痒意。以后荣王府就靠你继承了，你这小家伙不要让我失望呀。终于是忍不住了，小福宝还是没忍住咳嗽起来。徐慧，把我离得远一些。世子，咱们回西院吧。先不用，我再坚持一下，咱们再等等。小福宝离开之前吩咐道：好好的照顾二公子。是，世子。明月，你留在这里照顾好二公子。世子放心。产房内，沈飞生了一个下来，并没有立即把剩下的那个生出来。趁着中间的空档，高婆子端了一碗汤药进来。王妃，喝点鸡汤补补力气。沈飞点头，他其实还有劲儿，就是闻着这汤有点馋了。这都到后半夜了，他也是饿了。好，给我拿过来吧。刘婆子见到沈飞答应，心中暗喜。沈飞捕捉到了两个产婆之间的互动，他一边喝汤，一边偷偷观察两人的小动作。沈飞直接把鸡汤都喝没了，顺便还吃了一块鸡肉。这俩人有点奇怪啊，自己喝汤，刘婆子好像很高兴啊。沈飞觉得自己的疑心病又犯了。京城的产婆都是认识的，很正常。想到生前面那一胎没有任何问题，沈飞又把怀疑压了下去，总觉得疑神疑鬼的那可不行，不能有被害妄想症啊。很快沈飞就没时间左思右想了，他的肚子又疼了起来。王妃，坚持住啊！高婆子这时候嘴角都是翘起的，就是刘婆子心中也有底了。谁料事情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发生，那鸡汤一点用都没有。沈飞一口气接连又生了2胎，没错，就是2胎。这2个婴孩明显要比第一个要小一些。高婆子纳闷了，那药不管用？荣王妃还真是福大命大呀！明明产妇喝了那药之后会让孩子憋死在产妇的肚子里的，可以真正的胎死腹中，一尸2命。刘婆子也傻眼了，她内心震撼不已，就没见过这么命大的产妇。她和高婆子都木呆呆地站在一边，就连乔宇把他们挤开都没反应。乔宇和李嬷嬷2人配合得非常默契，一个抽脐带血，一个擦拭婴儿。哎呀，王妃，又是2个小公子呢！哎，咱们王府啊，还真是人丁兴旺。沈飞也是没想到，他肚子里竟然有3个孩子。刘婆子最先恢复过来，她咬了咬牙，心中下了一个决定：王妃，身子不要动，还要把恶露排出来。沈飞知道这回事，他不是第一次生孩子了，于是也就任由刘婆子给他清理身体。李嬷嬷笑呵呵地抱着2个婴儿出来。邓王妃见到了婴儿的布包，也是惊讶的不得了。哎，李嬷嬷，六弟妹又生了2个啊！是啊，王妃啊，又添了2个小公子。邓王妃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肚子，想起沈飞曾经说过的副作用，现在终于承认那药的副作用有点大。照着这生孩子的速度和数量，他们单州王府养起来好像有些困难。小福宝原本是窝在徐慧的怀中的，现在听到又有2个孩子，还都是男孩的时候，心里酸了一下。娘亲不再只有他一个崽子了，他一下子多了3个小崽崽。小福宝的心里有些伤心，但想到他的身体又有些释然。
希望他死后可以再次投胎，成为娘亲的孩子。那时候就不要带着前2世的记忆了。真的，第1世太累了，第2世太短了。他要当一个纯粹的小孩。王妃，脐带血都已经收好了，把鞋带先放在这里。好。沈飞现在已经换了新的衣服，就是身下的床铺也都换了新的。他扭头看着那3袋脐带血，很是满足。你们先出去，我躺一会儿。高婆子临走前特意看了一眼那脐带血，心中惊奇，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，荣王妃为什么这么重视。刘婆子也是很不甘心，但准备的手段完全没有派上用场，这是她始料未及的。从前她就没见过哪家产妇生产是这么顺利的。她现在有些后悔了，就该1胎都没生的时候动手。那时候3个孩子都在腹中，胎死腹中的概率要更大一些。2人不甘不愿地走出产房。这时候李嬷嬷已经拿了喜钱，走到2个婆子面前。刘姥姥、高姥姥，哎呀，2位辛苦了，这是喜钱。刘婆子和高婆子急忙接过钱袋子，一上手就知道是20两银子。谢谢李嬷嬷。不客气。哎呀，2位姥姥辛苦了，我们立即安排马车送2位回去。不急，我再去看看王妃的情况，等检查妥当之后，王府再派马车也不迟。那好，高姥姥跟我来。高婆子再次到产房的时候，发现床头那3袋血已经没了。沈飞迷迷糊糊的听到脚步声，睁开了眼睛。高姥姥，这次都谢你了。哦呦，当不得王妃这声谢。王妃这次生了3个孩子，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，还是要好好的养着才行啊。是，以后一定不生了。老婆子我看腹中的小孩子也不少了，王妃养几年为好。哎呀，让我再帮王妃检查一下。高婆子靠近沈飞，嘴里说着软乎话，伸手掀开沈飞的被子。突然高婆子直接拿出一把剪刀，向沈飞的腹部刺去。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咚的一声，剪刀捅到床铺上。高婆子和李嬷嬷2人同时目瞪口呆。人呢？人怎么消失了？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高婆子人都傻了。荣王妃是妖怪，绝对是妖怪，怪不得她的药不管用呢。乔宇听到产房的动静，急忙跑了进来。邓王妃等人也急忙跑进来。怎么回事？沈飞在乔宇等人进来的时候，已经又出现在了床上。乔宇，把高婆子拿下！高婆子回过神来，一把把抱着她腰的李嬷嬷甩开，拿着剪刀继续往床铺这边扑了过来。乔宇一个闪身就来到了高婆子身边，一下子就把她制服了。那个刘婆子是她的同伙，也快抓起来！此时已经走到院中的刘婆子知道高婆子失手了，于是急忙发出了一个讯号。只听嗖的一声，天空出现了火花，虽然短暂，但看守在外面的人都看到了。公子，刘婆子他们失手了。苏墨尘点了点头，他也是没想到荣王妃的运气这么好。放心，还有后手。苏墨尘轻轻地摸着自己的脸，口中呢喃：荣王妃必须死。从刘婆子释放信号之后，荣王府外就传来了打斗声，而且还有10几个黑衣人从外面跳进了王府。府中的下人都慌了，小丫鬟吓得慌忙大叫：来人，把人全都拿下！乔杉立即带着王府的护卫把黑衣人围了起来。刘婆子看到同伴来了，也开心地露出笑容。怎么只有你们几个人？王府外有埋伏！动手！喊完，乔杉率先冲了上去，于是和黑衣人缠斗起来。随后这10几名黑衣人就这么倒下了一半。刘婆子此时才真正的惊恐，王府的护卫功夫这么好吗？黑衣人首领也瞳孔微缩，他惊恐地看着为首的乔杉，这尼玛哪是王府的级别？府外不仅有军队，府中的护卫竟然个顶个都是高手，太子身边的高手都没这些人厉害。很快黑衣人就剩下黑衣首领和刘婆子2人了。咱们撤！既然来了就别想走，全部拿下！黑衣首领没想到乔杉这么难缠，只能舍弃刘婆子。
想到带不走刘婆子，黑衣人直接出手，亲自解决了刘婆子。刘婆子到死的时候都不敢相信，她是被自己人给杀了。黑衣人见刘婆子没了呼吸，又急忙想去房中灭口。拦住他！这时候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了过来，北静王带着一队人，浑身是血，杀气腾腾地走到后院。我看谁敢伤害本王的女儿！黑衣首领见到北静王也带了一队人闯进来，知道他的胜算不高了，当务之急是要先逃跑才行，于是就想转身逃离。可是乔山等人怎么会让他离开？江二等江家护卫、黑甲军莫六等人齐齐向黑衣首领出手。黑衣首领想到荣王府那特殊的审讯手段，在被抓的那一瞬间直接咬破了嘴里的毒药。乔山想要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这名黑衣人也死了。乔山并没有解决人的喜悦，相反更沉重了。这些人竟然这么忠诚，就是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顾了。人死了，嘴里藏了毒药，死就死了，快派人把这些尸体都清理出去，不要吓到王妃。昨日傍晚，沈妃刚开始发动了，留在王府的江家护卫就给北静王府送了消息。北静王一个大男人也不适合守候在产房这边，于是就带人来到了王府前院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带萧王妃来，让她来后院坐镇，也是北静王现在对老王妃和萧王妃都有些意见。两人曾经对沈妃的态度让北静王很失望，所以沈妃生产，北静王就亲自来守着了。没想到还多亏他来了。北静王也是才意识到他闺女在长安城是如此的危险。你们王妃怎么样？还没生吗？生了，六弟妹生了3个男孩。3个？哦，是啊，3个一模一样的小公子。好好好，本王又多了3个外孙。沈妃躺在里间，听到北静王的笑声也翘了嘴角，但是眼中却有眼泪滑下。要是在现代，她生孩子的时候，爸爸也会如此高兴吧？哎呀，王妃，现在都没事了，你可是在坐月子，可不能哭啊。嬷嬷，不用担心，我是开心的。王妃，有北静王在王府坐镇，那些宵小也不敢来王府闹事儿了。外间的北静王开心过后，大着嗓门喊道：“3个孩子在哪儿？我去看看。”刚说完话，目光一转，直接看到了蔫儿哒哒的小福宝。他已经听说小福宝最近又生病了，没想到这么严重。他快步走到徐慧身边，想要强硬的从徐慧手中抱过孩子，但是看到身上的血迹，又把手放下了。小福宝，你要多吃些饭才行啊。小福宝能看出北静王的担心，他这一刻是感激北静王的。好了，你一个小娃子，快回去睡觉。徐慧，把他抱下去，好好照顾。是。小福宝这次没有拒绝，他也是有些忍不住了。小福宝离开之后，北静王才知道这孩子自从沈妃开始生产，就不哭不闹的守在外面，完全不像个普通的小孩那样。于是嘴里嘀咕着：“还是人小鬼大，这么小就知道操心了。不过是个孝顺的。”